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如果你喜欢奶香四溢、组织好像蛋糕一样细腻的吐司面包，就一定要试试这款超火爆的黄油千层吐司。每一层都裹着浓浓的黄油香，超级柔软好吃。跟着我一步步来，在家也能做出媲美面包房的口感。先来做面团，先放入各种干性材料。没有奶粉的话，可以不加，或者用炼乳来替代。这个面团需要加入稍多一点酵母，这是因为开酥面团中的油脂会阻碍酵母的活性。然后再加入湿性材料，牛奶可以用水来替代，这里的液体尽量都要用冷藏的。搅拌机揉面，揉到不沾底，慢慢拉开，会有一定的筋度，形成粗膜，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。继续揉面，直到面团变得十分的光滑，向四周拉开，可以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不会轻易的拉破。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基本上也都是光滑的。整理一下面团，保鲜膜包好，按扁，冬天冷藏30分钟，夏天的话就冷冻30分钟。要做出千层的效果，就需要做一个开酥的面团。黄油片可以用普通的无盐黄油来做，切片，厚度大约4到5毫米，用油纸折成一个大小12厘米的正方形。室温放置到稍稍软化，擀成一张平整无缝隙的黄油片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撒少量的面粉，轻轻按压一下，擀成一个宽度比黄油片大1倍的面皮，大约24厘米。由于黄油在室温高的环境下容易软化，所以制作开酥面团时，室温最好控制在22度以下。把黄油片包裹起来，捏紧封口，继续擀成大约长度36公分。扫去多余的面粉，进行第一次的3折。保鲜膜包好，冬天冷藏20分钟，夏天的话就放冷冻柜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进行第2次的3折，做法和第一次一样，朝着两边开口的方向擀开。擀的时候不能太用力，尤其是冷冻后的面团，里面的黄油片容易被压断，造成起酥不均匀。擀成一个长度40公分、宽度12公分，进行3折。继续冷藏或者冷冻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进行第3次的4折，撒少量的面粉，擀成一个长度40公分、宽度12公分，头尾对齐分好，然后再对折。包上保鲜膜，放入冷冻柜冷冻30分钟。最后一次折叠后的面团经过冷冻之后会比较硬，方便切割，稍微擀开一点，切去四周多余的面团。最终面团的尺寸应该控制在10公分乘以20公分，分成2份，厚度3公分左右。今天会用到2个黑色的吐司盒，10公分的宽度刚刚好。由于这个面团里有大量的黄油，发酵温度应该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，否则黄油融化，面团就不会有层次了。湿度75%，大约2个小时左右，面团膨胀到7成高。盖上盖，预热烤箱至165度，放入烤箱的中下层烤30分钟左右。如果你用的是银色斜纹吐司盒，就需要用180到185度来烤制。不同材质的吐司盒对于烤制的温度都会有所不同。
取出后清蒸，散走热气，脱模放在架子上放凉。表皮酥脆，内部组织细腻，好像蛋糕片一样柔软，每一片都带着浓郁的奶香味，真的非常好吃。放上个几天都依然非常的松软。好吃的东西不怕烦，赶快动手试试吧！离开前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，解锁更多好吃的面包和蛋糕制作。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